大家好，我是小马。看到很多朋友给我留言，很惊讶我有这么多爱马仕包。我觉得我不是说爱马仕多，相信有很多朋友的包柜中的包比我还要多。我只不过是比较专一，买包基本只买爱马仕，唯一的收藏爱好也是收藏爱马仕，所以不知不觉就攒了这么多的包。那么我为什么在这么多的品牌里面只对爱马仕情有独钟呢？在这个视频里，我就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买包的心路历程。感兴趣的话，我们就一直看下去吧。入坑爱马仕之前，我都在用什么呢？大学时代我买的大多数都是那种很便宜的包包，就是服装市场上大概是几十块钱人民币的那种包，使用的是人造皮革做的包包。每只包呢用不到2-3个月，还没等它的那个臭皮胶的味道散完，外边的那层皮就已经开始脱落了。这个时候呢，其实又有一点暗自的开心，我可以用零花钱换新包了。后来呢，开始工作之后，我才开始买一些有品牌的包，也是省吃俭用购买一些奢侈品牌的包。我记得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品牌的包包就是 LV， 而且我买的还是当时的最火爆的那一款，最人气的那款内大福鲁，就是满大街都能看到那款包，真的假的都有啊。当时就为了这么一个所谓的烂大街的款式，我还信用卡分期付了1年才把钱还完。那个时候要能拥有一只 LV， 简直就觉得自己拿到了时尚圈、富人圈的入场券，走路都是带风的，觉得整个世界都是你的，就那种感觉，你们懂吗？那在之后呢，慢慢的也把很多名牌包都买过一遍，什么像Chanel的 CF 啊，还有蕾蒂迪奥啊，还有miu miu，就是很少女的那种粉色的饺子包等等。只要看到很多明星大 V 在背，我就觉得我也应该要入一个，否则就觉得心里不舒服，跟不上潮流的那种感觉。所以以前呢，我对买包这件事的理解呢，就像买衣服一样，要经常换新的，要赶得上潮流，那么要买明星同款。这个观念呢，真的是从我2012年第一次购买爱马仕之后，才慢慢的开始转变的。当时转手的那只包呢，让我意外的获得了4万多人民币的那个收入，它也让我第一次开始思考一个包到底值不值得买这个事情。现在回头去看，我大约就是说10年前买过的各种大品牌包包，能有几只现在还在我的衣柜里呢？没有，包柜里现在已经被爱马仕占据了。我觉得翻箱底儿可能还能翻出那么1-2只 LV， 那些包已经不是被用坏了呢，就是过时了转卖了，还有一些就是用腻了直接送人了，没有一只是让我觉得可以保留10年以上的。只有爱马仕让我觉得可以永久的保留下去，有的爱马仕呢，甚至是越老越有味道，越老越值钱。那为什么呢？首先得从奢侈品牌的品质开始说起。近年来，很多奢侈品牌饱受争议的，首先呢，那就是品质问题。品质问题无非就要看3点。那么说皮革、金属还有做工。论皮革的话，全球最顶级品质的牛皮是法国和意大利生产的牛皮，而爱马仕作为全球皮具的领头者，手中握有法国和意大利最优质的皮革供应商的资源，而且这些供应商都把第一轮的皮革选择权肯定是要给爱马仕的，等爱马仕选完了最好的皮，才轮到其他品牌。所以爱马仕使用的皮革那是顶级中的顶级。那对比同为100年皮具品牌的 LV， 它最经典的皮革呢就是老花皮。老花皮其实并不是真皮，它是使用一种特殊技术人造出来的帆布的仿皮，但它跟真皮一样非常的结实的耐用。它只有那个手柄和手柄连接处的包盖等部分使用的是真皮的配皮。用过 LV 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 LV 的配皮部分使用时间久了，甚至说你不使用，把它放在那儿，它的颜色都会变深，甚至于发黑。复古款式的很多包，它的把手还会变硬，甚至产生那个断裂的情况。除此之外呢，像油边的融化，还有油边开裂，这些也都是 LV 普遍存在的问题。所以说 LV 配皮部分真的是非常的不耐用。另外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太容易被模仿了，就是根本没有技术含量，感觉大街上都是可以看到假货。很多高仿的 LV 包的质量看上去、摸上去的那个手感，真的跟真包一模一样，有些甚至比真包的做工还要好。相比之下呢，爱马仕的牛皮的质量顶级，而且皮革的种类繁多，模仿的门槛非常的高，无论是外形还是手感，都难以模仿到高度相似的程度。所以敢自信的拎着假爱马仕上街的人，远远没有拎假 LV 的人多。那么第二点，我们再来讲讲它的金属，就是讲讲五金。我听过很多朋友抱怨说 LV、Chanel 的五金的硬件涂层会剥落，也就是说所谓的掉漆的这种现象。像这种情况在爱马仕身上它是不可能发生的。顶级品牌的五金硬件表面使用的是 18K 黄金或者8金的涂层，成本非常的高昂，所以品牌为了控制成本的话，就会刷得薄一些。那刷得越薄，肯定就越容易脱落。相比之下，爱马仕使用的镀金的涂层是非常的厚的，比其他的奢侈品品牌要厚很多，所以不会产生自然剥落的情况。那么第三点，我们再来讲讲它的做工。大家都知道爱马仕是全手工制作的，那难道 Chanel 和 LV 不是手工制作的吗？ Chanel 的话曾经确实是手工缝制的，就像 CF 上面的菱格纹的那个缝线，以前都是工匠这样一针一线去缝上去的，但是现在为了实现快速的量产，已经改成了机器制作了。不仅 Chanel，大量的奢侈品牌，包括 LV， 都会把制作流程外包给工厂，使用机器在更短的时间内产生更大规模的生产。现在呢，世界上仍然培养自己的内部工匠进行手工缝制皮具的顶级品牌，除了比利时皇室御用的品牌德尔沃之外，应该就只有爱马仕了。那么手工缝制与机器缝制有什么区别呢？机器缝制的就是边缘的那里很容易产生松弛和脱线的这种情况，而爱马仕呢，采用独制的马鞍针法进行手工缝制，这个做工是任何的机器都无法实现和取代的。而这样子缝制出来的双针缝线也永远不会散开。那很多朋友呢会觉得，虽然爱马仕品质确实很好啊，但购买爱马仕要比 Chanel、LV 贵很多的价钱呢。确实，一只 Birkin 的价钱可能是一只 Chanel 或者 LV 3-4倍的价格，但是听我讲，自从我改用爱马仕之后，我真的有花更多的钱买包吗？其实这笔账我是算过的，我认为是没有的。作为日常使用的包包，我只需要我的包柜里有几个经典的包包就足够了。比如说中性色的爱马仕，就能够轻松应付我日常所需要的各种场合。相比以前，我的包柜中堆着各种包，虽然有很多是经典款，例如 CF 或者是 Nebaflu， 但是我总觉得它们就是满大街都是，而且就是 logo 过于显眼。作为日常使用的包的话，我觉得有点太高调了，所以我就经常觉得自己的包柜里永远那么缺一只包，就不停的买包换包，买包换包，这样子造成的开销和浪费都比我现在只用爱马仕来的更大一些。那么再说一下它的保值性，世界上1、2线品牌中，爱马仕、Birkin 和 Kelly 可以说是唯一能够每年升值的包包。在过去的3、5年当中，平均每年的升值幅度可以达到14%，所以很多人都说，哇，爱马仕其实比黄金还保值。所以即使已经是用了好几年的爱马仕，也很有可能以当年的原价甚至更高的价钱出手。相比之下呢，其他的奢侈品牌中基本上都是买了就等于是亏钱，除了像 Chanel 和 LV 的极少的很难买到的经典包款，例如说 CF， 如果在成色基本是全新的情况下，可以出手到原价甚至稍微高一点的价格。那么如果稍微旧一些呢，那价格就下来了，大打折扣。别看我喜欢买包，但我其实对自己平时还是挺抠的，挺节约的，不喜欢太浪费。但是女人嘛，就是没有办法，出门一定是要用包的。如果用的是其他任何品牌的包，都会越用越亏钱。但是如果用爱马仕的 Birkin 和 Kelly， 反而是越用可能越升值。
比如我大概3年前吧，当时买了这只咖色的那个 Lucky's， 我记得是8万多人民币买的。然后呢，现在它的市场价值已经是10多万人民币了，所以等于我白白用了2、3年，我还赚了几万块人民币。不但没有亏，我反而是赚了。而且我本人呢，其实我觉得我还是非常会选包的，买的大部分的包都是升值的，所以我可能是平时比较抠，所以后来买的包就全部变成爱马仕了。爱马仕的这种高保值性决定了它有非常高的传承价值，尤其是 Birkin 和 Katie 可以作为一笔资产，代代传承下去。要想作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传家宝，除了得有价值以外，它本身还得耐用。爱马仕不仅非常的耐用，而且它即使再过几十年，你也可以把这款复古的包包送回门店去进行保养和修复，让它恢复到一个最佳的、最年轻的状态。这种服务呢，也是爱马仕所独有的。其他奢侈品牌虽然有些也是有保养修复的服务，但是它们一般都是有一个期限的。比如说售出10年以上的包包，他可能会觉得哇太旧了，修复起来非常的有风险，就不会再接受修复了。所以如果一个包包连质量都无法得到一个长久的保障，那更别提传承给下一代了。试想一下，如果你跟别人说我奶奶传给了我一只爱马仕的 Katie， 别人肯定会说哇你奶奶太有品位了，这包肯定很值钱。但是如果你跟别人说我奶奶留给了我一只 LV， 那别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我的天啊，这么久了那还能用吗？这也是我为什么收藏爱马仕的原因。我的收藏品可以作为一笔持续升值的资产，未来可以传给我的女儿当嫁妆，她们也会祖祖辈辈的这样传下去。那有人可能会觉得拎着奢侈品的包包，无非你就是为了炫富嘛。炫富是自卑人士寻找自信的一种心理的需求，内心富裕的人是没有任何必要去炫富的。就算是身穿优衣库，那手提一个环保袋，一样可以散发出自信的光芒。使用奢侈品呢，那对于我来说，一是因为欣赏它的设计和品质，二是它可以在一些场合为我的自信增添光彩。如果我拎着一个 Chanel、迪奥，我当然也是很自信的，甚至于我拎一个塑料袋，我也觉得我很自信的。我的自信来自于我觉得它们更加时尚、更加好看。但是如果拎着爱马仕，我的自信感是不同的。这种自信来自于我觉得我是独立的，而且是强大的，而且我有能力让我自己使用最好品质的东西。爱马仕散发出的一种那种无声的低调的力量，它不需要大大的 logo 昭告天下，即使别人不知道它是什么包，不知道它是谁，也能感受到它的高级的质感与气场。这种低调的华丽就是我最欣赏的。那举个例子吧，就是在日本去开家长会。家长会呢是日本的妈妈们重要的一个社交的场合，除了考验自身的礼仪和谈吐素质之外，也考验你的穿搭的情商。我的女儿的同学的妈妈其实经常给我觉得是非常现实的那种人，他见面的时候会不经意的这样上下打量你一下，这个时候你手上拎的那只包可能就是你能不能搞好人际关系的敲门砖。所以如果你拎着一个比较朴素的包，别人可能脸上笑呵呵的こんにちは这种，但是他心里未必瞧得起你。但是如果你拎了一个大 logo 的，例如说那种 LV 之类的，别人可能笑容会更加的僵硬，因为日本人是喜欢低调的，他们觉得这种大的 logo 的包包是比较俗气的。所以我参加家长会的时候使用的都是颜色和款式都是比较低调的，比如说像大象灰的宝丽的，或者是金色的令迪，或者是黑色波库斯皮的那种 Katie 等等。那他每次能作为我一个很好的对话的一个开始，有很多即使不知道它品牌的妈妈也会称赞我的包，哇，你的包很漂亮，会咨询包包的问题。那愉快的呢寒暄之后，就可以很自然的过渡到孩子的一些话题了。那除了家长会，有很多其他的商务场合、社交场合中，一只爱马仕包包可能都会影响到别人对你的最初的那个印象的判断。当然了，最重要的始终还是自身的修养，奢侈品只是一个陪衬，大气有内涵的爱马仕就是我心中希望自己成为的那个样子。那这也是我为什么使用爱马仕的原因之一。
那么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内容，无论是爱马仕、Chanel 还是 LV， 都是绝对值得尊重的顶级品牌。本期节目纯粹是进行客观的对比和自己的一些感受的分享。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欢迎评论区告诉我哦。记得点击订阅，我们下期见。